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，走在大街上就大概率会被子弹打穿或被火箭筒打得灰飞烟灭。这里还是世界上最穷的地方，泥巴做成的饼都要抢着吃。你看不到的地方，也许也是你难以想象的地方。欢迎收看世界上最危险的10个国家。苏丹内战共有2次，第一次内战持续17年，造成50万人死亡，直合约大规模内战才得以暂时结束。第2次内战持续22年之久，造成了200万人死亡，谈还在艰难进行中，期间小规模的交火，伤亡持续不断。第9，马里，这是一个被陆地包围的西非国家，是非洲第8大国家，是一个农业国，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西非国家马里2012年以来局势持续动荡，多个分离主义组织欲借政变之机推翻政府。2013年，随着法国派兵支援，马里局势稍现缓和，政府与多支反政府武装签订停火协议，但与分裂势力缔结的脆弱和平协议1年后就被打破，战火再起。马里的北部是利比亚，离阿拉伯不远。卡扎菲垮台之后，利比亚内战不断，有不少的武装分子到马里谋生，也有叙利亚等地区的极端分子混到马里。马里地区的边境几乎形同虚设。第8，索马里。提到索马里，第一反应就是海盗。索马里曾经蓬勃发展，但最终却陷入内乱深渊，以至于成为世界最贫困国家之一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，索马里兵败埃塞俄比亚之后元气大伤，以往被压制的各方部族死灰复燃，为争夺势力互相攻伐，最终致使索马里陷入长期内战分裂状态，国内社会、教育体系瘫痪至今，百姓苦不堪言。高举 AK-47步枪和 RPG 火箭筒疯狂射击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现如今，索马里民生凋敝，战乱不止，几十年如一日的大饥荒已经饿死100多万索马里人，死于战争的人口更超过200万。除国际社会公认的索马里政府，还有3大军阀割据势力并存，而这3大势力控制着索马里70%土地，近1/2人口。第7，伊拉克。1979年，伊拉克成为了世界第2大石油出口国。那个时期，伊拉克非常富裕。2003年3月20日，美军伙同英军进攻伊拉克。在4月9日，美军攻占了巴格达。进攻巴格达之前，很多人就在疯狂地渲染巴格达保卫战。美军陆战一师进入巴格达之时，未与任何抵抗，兵不血刃。战争使得大批民众伤亡，经济停滞不前，而伊拉克国内一直充斥着民族矛盾、教派冲突，这些问题一直到萨达姆被捕入狱都没得到解决。2011年底，美军也并没有清理干净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力量。2013年，一场伊拉克内战又随之爆发，但是美军撤退了，伊拉克战争宣告结束。在伊拉克战争20年后，局势依旧严峻。如果你也喜欢所长的视频，不要忘记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，你将收到最新的推送。第6，叙利亚。叙利亚地处世界石油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中心位置，这样的条件自然吸引来了国际列强美国。邪恶的美国让叙利亚长年累月处于战争和贫穷当中，叙利亚人民已经没有粮食也没有钱了。但邪恶的美国几乎每天都偷到叙利亚大量石油，还是把叙利亚国家仅剩下的75亿美元强行掠夺。2011年3月，叙局势发生动荡并持续升级，境内武装暴力冲突不断。2015年，叙国内战事激烈，恐怖极端势力做大，人道形势严峻，难民问题溢出效应凸显。在经过了10年爆发的战争后，近1半的国人都没了。战争过后，超过80%的人陷入了贫困。由于卫生条件和生活条件恶化，以前在叙利亚十分罕见的传染病，却在整个叙利亚开始蔓延。而受到伤害最大的则是叙利亚的儿童，比战争更为可怕。第5，也门。也门不仅人口多，
而且人口杂，全国大大小小的部落有400多个。现在控制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就是全国数一数二大的势力，部落间的冲突已经持续几百年了。也门是一个几乎全国人民都在吸毒的国家，一个由恐怖分子控制的国家，就连前总统都能被恐怖分子打死。2014年，也门局势恶化，为减少国家财政支出，也门政府废除了大幅提升汽油和柴油价格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人们纷纷上街游行。于是，各种反政府势力浑水摸鱼，大肆借机活动。2015年中旬，由沙特带头的阿拉伯多国对也门的空袭行动持续几近1个月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加快了对阿拉伯联军的武器援助，而伊朗也宣布向亚丁湾派遣军舰。也门局势正急剧升温，内战至今还在继续，造成了数万人死亡，人民颠沛流离。第4，刚果。刚果位于非洲中部，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，全球流量第2大的刚果河滚滚而过，在这里形成全球第2大热带雨林，自然资源丰富。但糟糕的内政让国家积贫积弱。为了争夺这个中非聚宝盆，20世纪末接连爆发2场刚果战争，周边9个国家20余支武装力量卷入其中，堪称非洲版世界大战。从1996年第1次刚果战争爆发到2003年第2次刚果战争结束，总计540万刚果平民丧生，另有100余万难民流落他乡，国家基础设施损失殆尽。战争结束近20年后，贫穷、战乱、疾病、腐败仍困扰着刚果。第3，中非共和国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我国9名公民在中非共和国遇袭死亡，2人重伤的新闻，但它的危险却不仅仅是这样。中非1958年12月1日成立，但独立并不是该国多变命运的终点。1965年，该国陆军参谋长博卡萨上校发动政变。1976年，博卡萨倒行逆施，将中非共和国体制改变为帝国，自立为皇帝。1979年，在博卡萨出国访问利比亚时，前总统达科借助法国军队发动政变，夺回政权，再次出任总统。仅仅2年后，中非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安德烈科林巴将军也发动了政变，再次将达克赶下台。毫无疑问，在这种动荡之下，中非共和国不可能得到稳定、连续的发展，贫穷和落后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。百姓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可谓暗无天日。2008年的时候，该国有66.3%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甚至不足1.9美元，贫困程度堪称地狱级别。第2，南苏丹。2011年，南苏丹从苏丹独立后是世界上成立最晚的国家，因此南苏丹也是非洲最年轻的国家。南苏丹目前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，道路、水电、医疗卫生、教育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严重缺失，商品基本依靠进口，价格高昂。当然，南苏丹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差，并不是因为资源匮乏，相反，南苏丹境内拥有大量矿藏，因为这个国家太落后，绝大多数矿产资源没有技术能力开发，是一个拥有聚宝盆的国家。但是由于历史原因，目前发展的并不好。南苏丹在独立后没有迎来和平，反而迎来了战争，战乱不断，整个国家到现在都是非常混乱，至今都难以平息，百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，可以说凄惨到了极点的程度，是一个复杂危险的国家。第1，阿富汗。上世纪60年代是阿富汗的黄金时期，崭新的现代建筑在土坯的老房子旁拔地而起，妇女可以选择戴面纱或者不戴。阿富汗是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国家，位于东亚、西亚、中亚的交汇点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所以70年代血腥的政变、入侵和内战开始了。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，阿富汗爆发了3次英阿战争。1979年12月末，苏联入侵阿富汗，又导致的长达10年的血腥战争。2001年，美国以911反恐为理由，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一场战争入侵阿富汗。2021年，
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美国不得不撤军而告结束。至2021年，阿富汗战争已满20年，3万多阿富汗平民死于战火，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，战争耗资超过3万亿美元。美国的入侵并没给阿富汗带来和平，相反，动荡一直持续至今，将阿富汗摧残为一潭偏执的死水。你认为这些国家乱吗？敢不敢去到这些地方？欢迎我们下期再见。